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满园讲坛。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。现在呢，霜降到了，要开始下霜了，那这也是种蒜的最好的时间。那种蒜呢，有个时间点，为什么呢？这蒜的最耐寒的时间，蒜苗它是在3到5月期。那我们记住这个时间以后，我们根据本地最冷的时间在什么时候来推。那在多伦多最冷的时间，它在1月底、2月初。那好，我们根据这个时间推蒜，它这个蒜种下去以后，它最耐寒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即便把它放冰箱里边，只要是正常的蒜苗，它一定会慢慢发芽的。那就说我们种下去以后，不怕这个11月份、12月份的冷，它会慢慢的发芽。那慢慢发芽以后，让它刚好到1月底、2月初的时候，能在4月到5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它耐寒性最强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因为很多人种蒜以后，要么这个冻死，那就种太早，或者叶子一半的枯黄，种太早。比如说你9月份就种了，那不行。有的呢，种了以后蒜迟不抽苔，就是到7月份还不抽苔，那就太晚了。那就是种太晚，它12月份种，1月份种不行的。因为蒜是属于什么球根的这个蔬菜，它的特点就是夏天休眠，但是呢，在这个秋末一定是开始醒过来。我们掐好这个时间，开始来种蒜就对了。那种蒜呢，首先涉及到一个地的问题，因为今天我这个地里面全部种满了耐寒的蔬菜，这些长得很茂盛的菜都是准备迎接冬天的到来，冬天吃的菜。那没地种了，找什么地方？这个是我的就是自己做的堆肥坑，我就种在这个堆肥坑上边。种蒜的话，蒜有一个可以吃蒜苗，也可以养着，让它这个抽蒜苔，然后收大蒜。不少人呢在纠结，那我要吃蒜苗，我还要收蒜苔怎么办？那就一颗蒜来讲是不可以的。为什么？你剪了蒜苗吃，蒜叶子吃，它影响它的生长，那它抽苔就抽不好，那蒜头就长不大。那其实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只种一个蒜了，都是种几十颗了。那我们把它密度种大一点，现在种大一点，通过陆续吃蒜苗，一直吃到差不多4月中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蒜苗开始老化的时候，咱们就不吃了，把密度调整到差不多含距30公分，株距20公分，这样的话留下来，这个剩余的留下来，让它踏踏实实去抽蒜苔，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土层是那么深了，咱们需要做什么？咱们首先需要就是开沟。开一个沟的话，这个沟的话大概就是10公分左右的深。咱们现在来开沟。好，沟先开好。对，我这刚好开了1、2、3、4条沟。4条沟的话开好了，那咱们来施肥。因为我下边有这么多的有机质，我不担心它肥力不够，就是长大以后不担心它肥力不够，因为随着它这个时间的推移，它现在蒜的根往下长的时候，这20多公分、30公分的土够它长一阵子。等它到明年4月份、5月份的时候，那这里边的有机质也腐烂的差不多了，那它可以接上来。那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最初给它一点启动。那咱们就使用这个第5代土壤活化剂 Growth Stimulate， 大概1个平方米掌握在蒜的话吸肥量大一点，掌握在100克左右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个坑的话是2个多平方米，那咱们用300克左右。那好了，现在撒上了，撒上的话用这个锄头稍微拌一拌，把这个活化剂跟这个里面的土稍微混一混。这个的话不会烧根，所以这个稍微混一混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这个因为这个蒜苗的话，它需肥量很大，所以耐肥性也比较强。很多时候蒜苗长不好，就是肥力不够造成的。咱们这个的话，下边满一坑肥料，这有给它撒了活化剂，那肥料的话一定是有保证的。那这个沟的深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沟的深度差不多也就7、8公分这个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在疑惑到底该种多深。我通常说的，
说起来每个品种有些不一样，很复杂，但是呢，我说的是什么呢？种子有多大，种多深。那好，现在咱们这个种子大概也就是3公分到4公分那么大，那咱们给它种8公分深，刚刚好，就这个道理。当然，一定是从根部算起了，不是说从顶部算起。这个其实很简单，不要纠结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种下去以后，这里落土，从这个顶部起，再差不多3、4公分的土就够了，不能种太深，种太深影响它出苗困难，消耗了它的养分；也不能种太浅，种太浅以后，随着雨水的下来以后，土壤的沉降以后，它这个种子露在外头，容易这个缺水，容易被这个动物来破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是深度。另外的话，就是蒜种分瓣的问题。那现在我撇开让大家看的，这个蒜一瓣蒜的话，大概有7、8瓣、10瓣这个样子。种的时候一定要分瓣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头蒜就是这么一瓣蒜通过几个月的生长发育出来的。咱们不分瓣的害处什么？不分瓣的害处就是说意味着它通过这么几个月的生长，那这7、8瓣蒜会长出7、8个蒜头出来，那就太挤，影响它的生长，所以一定要分瓣的。那分瓣以后，有一部分人又走了极端，他把这个蒜的皮都剥了，这个皮就千万不能剥了。为什么？这个蒜是这个皮是它保护的一个层，你剥了以后，种子没烂，就引起它的这个出苗问题。这是它长根的地方，咱们分成这样的瓣就可以了。现在咱们就是把它分瓣以后，种下去就可以了。那种子什么地方来？很多人都是在说的很复杂，这里去买，那里去买。但是呢，我这几年用下来以后，我觉得现在这个Superstore 卖的这个雄鸡牌的这个蒜，这价就很好。这一包，我们种这一坑够了，也就是5块钱不到。这个很多这些超市，只要卖蔬菜的地方，最近他卖的都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种，种了以后分瓣，把蒜种排下去。注意一点，就是让它这个长根的地方一定朝下，不要用手稍微按一下，不要随便扔进去。如果你倒了以后，它根倒着，它不好发育不好。我们因为是要吃蒜苗，所以我们给它种密一点。种密一点以后的话，到4月中旬以后，掌握在什么？掌握在5颗蒜苗留1颗。这个密度就可以了。可以吃蒜苗的时间，我估计应该在1月的下旬、2月上旬。那吃蒜苗的时间就是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。2月份可以吃，3月份可以吃。那到4月中旬，天气转热以后，蒜叶就老化，就不好吃。还有一点，这个我封土以后的那开始2周，这个整个木箱子都是烫手的。那就说它的温度到了50多度以上，那心部可能70、80度都有。很多人担心这个自己堆肥会有病害啊、虫害什么问题，其实只要你这个堆量够，封堆封得好，它靠这些有机质，在里边细菌分解以后放出的热量，都足以杀死有害的病菌和虫卵。所以这是堆肥的方法的问题。这个堆肥坑一定不能小，堆量不能小。那些用一只桶来堆肥，那留下的问题就是虫卵杀不死，这个病菌杀不死。咱们这个大坑的话没有问题，加上我这个大坑的话，我这季种了蒜以后，我到夏天我接着往里头种坎瓜或者佛手瓜，那我相当于到后年我才开始来考虑用这里头的肥料。那下边这一坑肥料，到时候一定是充分腐熟的。那质量就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种子就播好了。那含距差不多在40公分左右，株距我掌握的大概只有5公分。那再把剩下的就是盐种，把这个蒜种盖盐。
好了，这种霜就完成了。那有人还会问，需不需要浇水？最近这个天气都比较潮湿，实际上浇水的问题不用担心，可以不用管它。加上蒜头本身它高头比较大，里边本身就含水分，它见到潮气自己会长根出来，所以不需要这个时候不需要刻意浇水的。剩下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防止小动物来刨蒜种的问题，因为你种下东西去以后，松鼠或这个乌鸦鸟类，它知道下面埋东西，它会来刨，会搞破坏。那怎么办？咱们给它找网来盖上，这个叫 bed netting， 去Rona 或者 Home Depot 都有卖的，7、8块钱买一大卷，可以用盖很多面积。我记得是4米宽，8米左右长。好了，找什么东西压一下。